关系的，这是要花时间练的。骑，你看刚才就是那个脚有一点往后的力量，钻就跑掉了。对，好，跳下来，对，这是木头。我后来也用木，你用木头去切，跟砖一样大的。但是你们开始练，一定不可以先从这个练，你要先从稳定的基础练。我们一般是在哪练？在台阶练你从第一层台阶，因为实际上要上这个砖啊，不是踩上去的，是要跳上去的，所以你跳，你的力量不是正的话那个砖很容易一滑你就摔倒，那个摔都很重的。所以你先要从台阶，我们是先从台阶先跳第一阶大概几公分高，大概不到10公分嘛。有一些那个土地的话地跟第一层台阶大概只有5公分、8公分这样子一般来讲，你能够直立着，不用蹬的力量，不用弯曲你站这样子，你不用腿蹬，不用脚蹬，你就是什么都不用，你就是啪起来，能够上一阶就不容易。所以才讲新同学不晓得嘛，我们这个东西开始练小孩子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们练只能说体会一下，然后会让你们的脚步比较快可是不要想练出轻功了，因为年龄都过了，他这个年纪还可以，只要他愿意。可是他们不见得愿意，因为练这个东西很枯燥所以以前在练，为什么说挖一个坑呢？他不是一开始就挖一个大坑一开始先挖一个小坑，很浅的坑，从那个小坑往外跳，然后小坑往外跳可以了，再挖深一点，再从深一点的坑往外跳，慢慢挖到膝盖深，你当然能够不用蹬的力量，能够跳出膝盖深那个高度这个阶段大概就成了。所以这个是当你这个地固定的情况下，你不管是踩什么样的桩，它是稳定的桩，你把这个东西练的有功力了，有根基了以后，你才可以用这个活动桩，否则你上这个活动桩很容易摔的很容易摔。所以因为什么？因为它会摔，所以上来的时候我们先练什么？我们先练这个你上来之后，比方讲我这样上来，我要下，我要先练下的时候怎么下？就是我下的时候要什么？我的下我不能够用这个，我不能够用这个力弹起来下，用这个力弹起来下，那个地就重了，它会倒的。因为现在它这个角度它比较稳那如果是这个呢？这个你的角度差一点点就倒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有几个像这样子的话，这样子脚踩的面比较大嘛，再横过来，脚踩的面比较小嘛，立起来，脚这样子面比较大嘛，横过来，脚的面小，立起来，脚的面大，立起来，脚的面小，就这样子。所以以前一块砖就可以练，这是3个面练出6个阶段所以先练下，就你这边踩着，你要下，是这样下，力量直接拔，你不能有往下，你不能有往下的力
啊，然后才在上面走桩，你会吗？你摆5个，来，走梅花桩，摆5个。什么这个？公布那个，哎，这个，你走走看，这个是什么？这就告诉你，在这个上面站桩啊，你不要跳，你就走，在这上面走这个桩啊，对你来讲可以，提，所以这个脚提起来也要没有往下的力。这种脚不踩满哈，他要练一个什么？他要练一个你的整个脚底是平的，你不可以说这里着力了，这边就掉了。所以你要从小练到整只脚是一块，无论这个脚哪一边接触到东西，你整只脚都可以站立，而不是说这里接触掉，这边倒了啊。好，走。哎。所以你看，这样子换步，你的力量就必须要稳，必须要准。对，没关系。当要紧，没有关系的，这是要花时间练的。骑，你看刚才就是那个脚有一点往后的力量，钻就跑掉了。对，好，跳下来，对。啊，所以练这个东西啊，它是以前练轻功的一个阶段，跟我们练桩的一个阶段，然后再包括在上面走掌，在这个上面走。当你手掌在这个上面走的时候，就不需要我跟你讲脚要怎么落才对了。所以它为什么要平起平落？平起平落就是你那个力量是垂直到地的，砖才不会跑，砖不会跑掉，那个时候你的力才对。所以以前是用这些东西，老师也不告诉你道理，他就给你这些难题，给你这些难题你去做，你做到这些砖不倒了，什么道理都不用讲，你是对的。就这样子，那你自己也懂了，因为你已经摔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才讲，一直强调你那个力量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直上直下的，你着地的，你的桩跟步，不管静态还是活动的，你那个力量必须要直上直下的，而不可以有推的，不可以有前后推的这个力量在。所以用什么证明？用这个证明。那一般走桩，你在走那个固定桩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些人他在走那个桩啊，就是木棍插到地里面去，他在上面走嘛。可是你那个木棍的那个直径的宽度，如果让你的脚能够放满的时候，你练那个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要那个木棍的直径比你的脚要小，你才可以有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个，你的脚稳不稳？你的脚稳不稳？是在你的有些脚的地方它是没有着力点的，它是空的。你在那个上面走桩，你在那个上面练，你才是练到他要你练的东西的。因为你如果那个是踩满的，那跟在地上是一样的嘛。只是你熟不熟悉他们之间的距离罢了。那你踩力量用错了，力量用错了也没关系嘛。所以以前在练轻功，像他们比他还要小，
年纪轻功，第一个是练什么？第一个是练这个脚后筋，每天要压，每天靠着墙，靠着树根，要拔这个脚后筋。啊，第二个就是站桩，站桩了以后就要改变，着力在前，只有前脚掌着力，脚还是平的；只有后脚掌着力，脚还是平的；侧面着力，脚还是平的。就是你这个脚在任何情况下，你这里碰到东西，你的脚也可以是一个步；这里碰到东西也是一个步；这里碰到也是一个步。你的脚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这就很不容易了。像现在的人穿这种鞋子的话，脚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训练的啊。这边碰到，反正你的脚任何一个地方哪里碰到一点点支撑，你的整只脚都必须跟一个板子一样是稳定的，能够支撑你的身体。因为我们在移动当中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下一脚踩在什么样的地面上面，踩在什么东西上面。这种训练是一个阶段啊。以前我是在哪练？以前我在那个鹅卵石的河床啊，有很多河嘛，旁边都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嘛，你在那个上面练。就你会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踩到大一点的石头，有时候踩到小一点的石头，啊，或者以前在中正纪念堂还是哪们，我带你们在那个树根大榕树，它不是有那个根是暴露出来的吗？在那个大榕树，这种的大榕树周边走长，那个树根有高起来的，有小的，有交错的，那个树根很复杂，你不能看脚。你要在那个地形练，所以这种的环境练习出来，你的脚的感应力跟支撑力才够，而不是平地。这种东西他们以前在什么时候就练成了？大概10岁以前，最多是12岁以前就练成了。请问这需要赤脚啊？有需要赤脚？开始不用了，开始就以前传统那个功夫鞋就已经很薄了。提到说可以提升脚的感应力，对，不知道说要不要赤。你到一个阶段就可以赤脚。在我们现在人，我不建议赤脚，因为我们的皮太嫩了，我们的皮太嫩了。以前他们常常做工农人。他们很少穿鞋啊，因为鞋贵啊，他们很少穿鞋，所以他们的脚壳可以，你去乡下看那些农人的脚，比这个鞋底还要硬啊，是吧？我走那个石头，我都痛得要命，他们如履平地，是不是？所以不能跟他们比的啊，所以这个是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当然不需要去练这些东西练得那么好，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练法，它是一个练习方法啊。就跟你讲，你练武，脚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能力，脚要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你的力量怎么下才对啊？你进退，你的力量怎么下？用什么练？用这个练。它又是练法，又是检验法啊，所以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你走到这个的时候，你接触面只有这样子啊，你的脚跟它的接触，你只有这个样子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拍那个公共电视，就有做示范嘛，有走到这个样子。那走得非常慢，走快我不敢，走快就倒了，所以走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对了，你的力量才真正的对。而且我那个时候走不是这个东西啊，是砖啊，是随便找来的砖啊，那个砖
还有水泥块在上面啊，就是它的底都不是这么平整的，底都不是平整的，而且那个地也不是这样的地，地就是一般的泥土地啊，或者什么，也不是平整的地啊。所以这些你就晓得为什么以前练武要花那么多时间，基本功要花那么多时间，因为每一个基本功都有好几个阶段不同的练法，不是说站马步就完了，不是的，马步也有很多考验的，很多阶段不同的练法的那你去试过，你才晓得。那我再提醒一下，你们不要一开始就试这个。你有兴趣，先从阶梯，或者有那个公园旁边有那个比草地高一点点的那个坎嘛。我们在永和那个公园的时候，或者一些公园草地旁边，不是有一些小小的那个砖吗？比地高没多少，大概3公分、5公分高。你就跳那个跳那个，也就是说你在那边跳，我们一开始是这样跳嘛，就你腿不弯，不要用弹的，你用你身体的力量把自己拔起来，你能够做到啪能够跳上5公分，你再去跳楼梯的第1阶，然后再跳第2阶、第3阶，用这个方式跳上楼梯，那个也要小心，很容易摔。所以这些东西我后来都不太教了因为危险性比较大那你们也没有专练。好，那个先把这个收一下。所以我师父说他那个师兄有一个师兄二师兄啊。他就因为二师兄他早年跟的师傅是宫保田的哥哥，他是叫宫保山。宫保山是山东人，那个体格很大很壮的。宫保山练的八卦拳是那种很稳的，他走那个稳的路子。宫保田不是，宫保田人很小瘦轻，他走的是轻功的路子，是走轻灵的路子。那个宫保山后来宫保山过世了，宫保田回家，他们就跟着宫保田练，叫宫保田二师傅嘛。那个宫保山呢，知道宫保田的功夫好呢，他就自己偷偷的挖一个坑在那边跳，就跳的什么？跳的耳朵变成半聋了，好像聋了，被宫保田知道了，把他臭骂一顿，就不教。宫保田没有要教他那个。因为他的第一个年龄已经过了，第二个他的那个人是很壮的、很高的那他一开始就挖一个很深的坑，天天在那跳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就是说你中午不要练，就气血会往上冲，它是冲到耳朵了，冲到耳朵了，耳朵就变成重听，也没有全聋了没有全聋。就好像非常重听那样子所以练这些东西讲嘛，都是从小的，都是从小练的，6岁8岁10岁练到18岁就不练了。就是你这些基础的东西，在这个阶段内你就要练，你就要练完就要练好。因为这个阶段人的气血比较平和，比较平衡所以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讲，你们知道有这个东西，你可以试你可以照刚才讲的阶段你自己去试。你去试有什么好处呢？你就知道了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练，为什么强调要这样练那你不以这个为基准来练以下的东西呢，那你后面的东西你的理解就会错误，理解会错误。
理解错误，你诠释古人传下来的东西，你就会诠释错误。你诠释错误，你后面练的教的通通错，晓得吗？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现在不会了啦？年轻的时候会对这些啊，会有一种愤怒感为什么你错的跟你讲是错的，你还要这样去练，这样去教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后果啊，他们不明白的人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他不知道后果的那我们知道后果，所以我们会比较急，我们会比较急会比较激烈的去反对他那样子做比较激烈的言语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后面的严重性，晓得吗？就好像这小孩子、年轻人那个都在喊我命由我不由天，可以啊，那你的本事要先学会啊。就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你说你去冲撞这个，去冲撞那个，大人看到，做爸爸的看到就会很担心嘛，会叫你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后果，而你的本事还没有能力去承受那个后果，去应对那个后果，所以会不让孩子去。可是孩子说我要学那个哪吒，我要学孙悟空，我命由我不由天，天都不由了，怎么会有你？天都不管了，怎么会管爸爸妈妈来管他呢？所以去冲撞，那爸爸妈妈心里就很担心啊。为什么担心？因为他知道那个后果会是什么。这就是很多事情说不明白的地方。当一个知道后果的人，他的担心会比较多；一个不知道后果的人，他的胆子就很大。那胆子很大的，你说不会成功吗？可能10个里面有1个，但是那9个就挂掉。所以真正的是什么？以前是真正准备好了，在山上练了10年了，基本功夫有了，师父才叫你下山去历练。而你的历练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是你这10年练出的东西。而不会说你什么都没学3天，师父就叫你下山去历练，那是送你去死啊！这样懂吧？所以有很多的东西，讲起来是对的，可是他话只讲了一半，那年轻人或者不知道的人就听他要的那一半。可是另外一半没有讲，练武术也是的，练武术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看到他练错了，我们知道他教错了，我们知道这后面会衍生出来什么，那没有办法，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说我们讲的是多担心或者我们去讲别人错，我对这种争执就出来了嘛，所以没办法就不讲了，就让他去那样练那样教，那样子以后所谓的以讹传讹出来了嘛然后对的东西就慢慢淹没掉，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好了，刚刚练那个